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娱乐资讯频道。有些铜矿只是一次画面，有些铜矿却会让观众瞬间想起一段青春。肖战与杨紫再次出现在大众视线中时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或许还是熟悉的两个字 CP。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到7年之后再回头看，会发现真正值得讨论的早已不是当年的暧昧想象，而是两个人各自走到了怎样的位置。7年前，观众喜欢他们，是因为角色之间产生了化学反应，是因为年轻演员身上那种自然明亮的青春感。那时候，一个眼神，一句台词，一次铜矿，都可能成为粉丝反复回看的理由。网络讨论也很容易从角色好磕延伸到现实是不是也有故事。然而，时间最公平的地方就在于，它会慢慢过滤掉没有答案的猜测，也会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。如今再看肖战与杨紫，与其继续追问当年的传闻，不如看看他们分别交出的作品答卷。一个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，一个持续在现实主义题材中寻找突破。当年的 CP 感或许属于角色，而今天的铜矿感更像是两位演员成长轨迹的一次交汇。这也是为什么7年后的再次关注已经拥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。过去看明星，很多观众容易先看热度，再看话题，最后才看作品。一个组合有没有 CP 感，一次互动够不够甜，一个眼神能不能引发讨论，往往都可能成为舆论焦点。但随着观众越来越成熟，审美也在悄悄发生变化。今天的观众依然喜欢 CP， 但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 CP 可以制造短暂的情绪高潮，作品才能决定演员能够走多远。肖战与杨紫的成长恰恰说明了这一点。如果只停留在当年的 CP 讨论里，两个人可能永远只是某段青春记忆中的荧幕搭档。但当他们分别进入更复杂的角色体系，尝试古装、现实主义、权谋、年代等不同类型之后，他们身上的标签也开始不断增加。特别是当演员面对成熟题材时，颜值和流量只是入场券，真正能够留住观众的是人物塑造能力、情绪控制能力以及对角色复杂性的理解。因此，如今再出现两人同框，真正让人感慨的不是他们是不是还有故事，而是原来当年的年轻演员已经走到了今天。这种变化其实非常有意思，它意味着娱乐内容正在从单纯消费明星私生活，逐渐转向关注演员本身的专业价值。观众不再满足于一个甜蜜镜头，而是开始追问，这个演员还能不能突破自己？下一部作品有没有新的可能？当讨论开始围绕作品展开，娱乐行业才真正拥有了持续发展的基础。如果一定要用顶峰来形容肖战与杨紫，那么最重要的不是比较谁更红，而是看他们如何走出了各自的路线。肖战近年来不断尝试摆脱单一偶像标签，从外形优势明显的年轻演员，逐渐向更具层次感的角色挑战。无论是古装人物还是现实背景下的复杂角色，他需要面对的都不再只是好不好看，而是人物有没有可信度，表演能不能让观众产生代入感。而杨紫的职业路径同样具有代表性，她从童星时期一路成长，在不同类型电视剧中不断积累经验。她的优势并不是停留在某一种固定形象，而是能够在不同人物之间转换。尤其当角色进入现实主义叙事之后，演员需要处理大量细腻情绪，
不能只靠外在表现制造戏剧效果。因此，如果把两人的事业放在7年的时间轴上观察，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。他们都在努力从被观众喜欢的人变成值得被行业记住的演员。这两种身份看似相近，实际上完全不同。前者依赖热度，后者依赖作品。前者可能因为一次话题迅速上升，后者却需要多年时间沉淀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所谓从绯闻到顶峰，更准确地说，其实是从外界的想象走向个人实力的证明。那些没有被时间淘汰的演员，最终都会明白一个道理：真正稳定的事业，不可能永远依靠话题维持。当两位曾经引发过 CP 讨论的演员再次同框，网络很容易重新启动熟悉的叙事方式。有人寻找眼神，有人分析距离，有人放大表情，还有人试图从一个简单动作里寻找隐藏信息。这种娱乐观察本身并没有问题，轻松讨论也是明星文化的一部分。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，当猜测被包装成事实，娱乐内容就可能越过理性的边界。我们可以欣赏同框，可以回忆角色，可以讨论表演，也可以感叹时间带来的变化，却不应该把没有证据的私人关系当成确定事实。因为演员也是普通人，他们同样需要私人空间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一个演员辛苦多年才建立起自己的作品履历，最后公众却只愿意讨论恋情和绯闻，那么其实也是对演员职业价值的一种忽视。所以，肖战与杨紫再次引起关注，真正高级的解读方式，或许不是重新制造一个旧 CP 故事，而是看看7年之后，他们各自给观众带来了什么。如果说7年前的他们让人感受到青春，那么7年后的他们则让人看到成长。这比任何未经证实的传闻都更加有分量，因为传闻只能制造一天的热度，而作品可能留下很多年的记忆。娱乐行业最迷人的地方，从来不是谁永远站在热搜第一，而是谁能够在热度褪去之后，依然拥有继续前进的能力。肖战与杨紫的故事，恰好给了观众一个值得思考的观察窗口。7年前，我们可能因为角色而喜欢一个人；7年后，我们更应该因为作品而重新认识一个人。从 CP 到事业，从话题到实力，从青春滤镜到作品滤镜，这其实也是观众审美成长的一部分。未来，他们是否还会合作？是否会再次出演同一部作品？是否会创造新的荧幕组合？这些都可以期待，但没有必要提前替他们写下答案。真正值得期待的是他们下一次出现时，能不能继续带来新的角色、新的表达和新的惊喜。对于演员来说，最好的售后不是不断解释过去，而是用下一部作品回答未来。对于观众来说，最好的支持也不是无条件相信所有传闻，而是在喜欢明星的同时保持理性，在讨论作品的同时尊重真实，在追星的过程中学会辨别信息。如果7年时间能够证明什么，那就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，从来不是某一次暧昧的同框，而是一个演员持续向前的能力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。那么问题也留给大家，如果7年前你是因为 CP 感认识肖战和杨紫，7年后的今天，你更愿意用什么来评价他们角色、演技、作品，还是一路走来的成长？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。也希望我们每一次讨论娱乐明星时，都少一点未经证实的猜测，
多一点对作品的关